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爱情有烟火后，王楚然全新一剧来袭，重生蜕变女主，诠释禁忌之恋。爱情有烟火刚播完，还在豆瓣被人骂到只剩5.1分，差评占了78%。王楚然这边新剧这一秒过火，就被推上了暑期档研霸对打的牌桌。一边是央八合家欢落树、酷云峰值、猫眼峰值的收视成绩，一边是爱奇艺加腾讯双平台改编自匪我思存的民国虐恋姊妹篇，被传7月4日抢档期硬刚野狗骨头。你会发现，他现在走的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用2部完全反差的剧，重新定义王楚然3个字在观众心里的位置。先说这一秒过火这盘棋，33集改编自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同源戏里站着来不及说我爱你和东宫这种级别的虐恋天花板，这个 IP 标签本身就自带刀片邮寄到家的预期。出品阵容也不算随便，爱奇艺加腾讯联合，北京艺界文化操盘。导演是拍过《媚者无疆》的易君，主演张凌赫、王楚然，付辛博演大哥慕容青瑜，胡杏儿、沙宝亮挂着特邀。这种搭配放在民国赛道，明显不是那种全靠滤镜硬撑的快餐甜宠。更有意思的是档期的提前说，官方曾挂过7月18日，但最近一周各种认证号都在喊7月4日。原因很直白，7月5日野狗骨头要上。宋威龙加张静怡，对标张凌赫加王楚然，营销号已经给你把话题写好了，暑期档双平台颜值对打。如果这一秒过火真按18号上，就等于白白让出2周热搜窗口。再叠加一个热闹的传言，7月10日起演员署名要严格按姓氏笔画排，王4画本应排在张7画前面。可这剧官宣一直是张凌赫、王楚然领衔主演，有说法是片方想在新规前锁死现有番位，省得届时再起一波番位战。真假另说，但他至少说明这个项目如今每挪一步都带着盘算。回到王楚然本人，他这次最聪明的地方是用爱情有烟火做了一次彻底的减法试验。那个被骂得一塌糊涂的都市轻喜剧，收视却是真扎实，央8次黄档能打到同时段全国第一，说明电视端观众对沪漂和租家职场小品这一套仍然吃得很香。可豆瓣另一边，78%差评全围着主创转，吐槽点从他和谭健次身高差像姐妹逛街，到演神木剧情像2015年台剧，再加上积压3年，爱换脸男2，平台一拖再拖。这剧简直是业内一堂教材级的如何把基本盘和口碑撕裂到极致示范课。在这种环境下，爱情有烟火里那个前妃为什么还能被不少人记住？答案就在那几个很不王楚然的画面，妆花了，头发塌了，拖着破箱子站在上海街头，蜷在沙发角落里，眼眶红了却硬把眼泪憋回去，只能自嘲一句行吧，还能咋地，投简历呗。这些细节相当于他主动把最美妲己、红毯高颅顶美女这些标签锁进抽屉，用素面、疲惫、塌姿态去换一个沪漂普通女孩的可信度。你看的是一个为房贷、合租尴尬、被裁后强撑体面的人，而不是一张可远观不可细看的精修脸。对他这种原本吃古装精致美人红利的演员来说，这算一次彻底逆向操作。于是，当这一秒过火的路透出来时，才会有那么多人愣了一下。墨绿色手工旗袍，领口别着翡翠胸针，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嘴唇压到极致的暗红，眼神里没有前妃那种又被甲方骂了的疲惫，换成冷静、算计，笑不打眼底。旁边配文写着方木兰，南洋富商之女，同一张脸，完全相反的气场。这种反差感
比单纯夸一句好美来得更致命。更狠的是角色设定，一人分饰两角，前期的任素素要伤千金，浅色旗袍，月白、凹粉、烟青，柔软的像水，救过军阀幼子，家族却被灭门，他死在那一夜。3年后，他以方木兰之名归来，变身南洋富商千金，换上的是墨绿、玄黑、宝石蓝、珍珠、苏绣、非遗工艺的手工旗袍，据说至少27套，甚至有人说做到32套。服装语言直接从求生的柔软变成复仇的盔甲，每一套都像宣战书。在国产剧常见的一人两角里，很少有人把服装、色系、材质用得这么极端。一个是我只想活下去，一个是我要你们全族陪葬，所以穿得像加冕礼。但这一秒过火，真正的禁忌味道不在旗袍，在关系网。任素素当年救的是慕容清一军阀家的幼子，被报错。少年时期在养父手下挨打挨骂，逃跑时被他搭救。结果这段救命之恩，反过来成了任家灭门的导火索。8年后，他成了军阀少帅，却不是传统少帅的那种雄赳赳，而是流英归来的医生，被迫接手兵权的那种骨子里温柔，外壳越来越疯。路透里那场雨中跪戏，他跪在泥水里，眼镜歪着，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嘴角挂着一个不像笑的笑，那种我什么都失去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的疯批感挺抓人。再往后，1937年淞沪会战，他弃医从军，以身殉国。这条线如果写好了，是能把这个角色从恋爱脑疯批拉回大时代叙事的。只是这一步到底是乱世群像，还是临死前回头深情望女主一眼是工业糖精？现在谁也不敢打包票。方木兰的复仇则走得更狠，她没选那种我回到你身边当女佣、当秘书的狗血路子，而是直接嫁给了慕容清逸的大哥慕容清瑜。也就是说，昔日恋人，如今名义上是叔嫂。这种关系紧张度比一般的分手后再遇见高了不止一个量级。你想象一下，家族宴会厅里，他站在大哥身边举杯，手是这个弟弟握过的，戒指是大哥戴上的，同一张桌子，3人围坐。递茶时指尖一碰立刻缩回，同一把伞下只敢并肩3步。观众买的是这种明知不该，但眼睛移不开的罪感，而不是谁先表白谁先哭。这也把王楚然的表演难点推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位置，不是美不美，而是裂不开的面具。文章里提到一个关键节点，大概在第14集左右，方木兰已经在大哥身边站稳了。所有人都相信她是南洋贵女，只有慕容清逸半夜截住她，在走廊里低声说：“我知道是你。”那一刻，他的脸怎么动，决定这句究竟是复仇爽文，还是滤镜精修合集。如果只是站在那儿，用一双漂亮却无温度的大眼睛看着他，什么都没有，那再多的苏绣旗袍也救不了。如果他连1毫米裂缝都不露，只在袖口里把手指抖得像风中的烛，那才是真正的白切黑。另一方面，张凌赫的这条线其实也比普通民国男主复杂一点。他身上一直有个悖论，灵魂是医生，手里却握着兵权。救人是本能，杀人是职责。这种撕扯，如果只被拍成带兵打仗的深情少帅，那就亏了。路透里那个雨中跪已经给足了疯批感，接下来编剧要做的是把这个疯批与他的内疚、负罪加国宪缝在一起，而不是只留在因为爱你所以疯的层面。否则，这个角色只会变成另一种类型化的民国恋爱脑。再拉回现实一点看，《爱情有烟火》刚给王楚然做了一次非常赤裸的处境扫描，收视登顶，口碑塌方，电视端观众爱看，网络端几乎一边倒的嫌弃，粉丝在旁边打数据战，云包场，倍速观看教程满天飞。你能看见一个女演员
在舆论场上走钢丝般的状态，一边要让大众觉得他落地了、正常了，另一边又必须用一个高概念民国剧，把自己重新塑造成让人挪不开眼的视觉符号。团队的策略很直白，爱情有烟火负责打掉他身上的高冷滤镜，这一秒过火负责把美彻底拿回来，但这次包装了一层涅槃复仇加禁忌恋的壳。问题是，观众还愿不愿意为旗袍加复仇加叔嫂这个组合拳买单？这几年，民国赛道早被人打烂了，少帅贵雨中大小姐黑化归来，乱世 CP 爱恨纠缠这种套路，观众的神经早就没出茧。你可以用27套非遗苏绣旗袍引人点开1、2集，可以用张凌赫的雨中贵戏刷一刷短视频平台，但要撑住33集的注意力，最后还是要靠人物弧线、情感张力和细节。资本这次显然是有信心的，不然不会压双平台加肥我思存 IP 加胡杏儿、沙宝亮这种老戏骨兜底。但资本的自信能不能换来观众的耐心，要看那个走廊里的我知道是你拍成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秒过火会成为王楚然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任素素方木兰这条白切黑走通了，她有机会把漂亮但空洞这个标签撕掉一半。如果依旧停留在旗袍架子上挂个美人，那她就只能继续在收视与口碑的撕裂中反复横跳。暑期档这一波对打，其实谁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会用数字说话，观众会用弹幕和打分做选择，剩下的就看他在第14集那一秒脸怎么动了。